世界上最大的鸟究竟有多大？你见过一展可达6米以上的大鸟吗？你听说过一脚就能将一个人类壮汉踢死的鸟吗？一提起大型的鸟类，我们很多人都会偏向于一些猛禽或者秃鹫、老鹰这类的大鸟。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猛禽的体型其实并不算太大，它们的优势主要就在于凶猛。在全世界，其实还有很多种鸟类要比这些猛禽更大、更凶猛，也更可怕。它们多数都生活在远离人类的地方，栖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很少会出现在人类面前。如果不是刻意去寻找这些大鸟，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够亲眼看到它们。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鸟类，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世界上最大的10种鸟。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金头鹳，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中部的大鸟。金头鹳的体长可达 1.5 米，体重约在14斤左右。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脸上那宽大且粗壮的喙，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非常憨厚。这个巨大的鸟喙也是金头鹳最厉害的武器，它的嘴端下弯成钩状，尖端非常尖锐，周边也非常锋利，锋利程度使它们能够穿透鳄鱼的皮肤，相当强悍。在非洲当地，这种大鸟有时候甚至被称为鳄鱼的天敌，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伙经常会捕杀小型鳄鱼。这种大鸟通常都是单独活动，主要都是在夜间活动，白天通常都隐藏在草丛中休息，到了黄昏才肯出门觅食，因此人们很难发现它们的行踪。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以一些鱼类为主食，有时候也会捕捉一些小型鳄鱼和甲鱼、水蛇以及青蛙等动物。再有就是这个家伙虽然看上去比较憨厚，但实际上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有潜在的危险。因为金头鹳的领地意识很强，一位金头鹳的领地面积约为3平方千米，通常都是由2只一起联手保卫。一旦有其他动物进入到它们的领地，金头鹳就会对其发起攻击，如果打不过对方，就会想方设法对其巢穴进行破坏，脾气相当暴躁。好，第9个，漂泊信天翁。它是距离人类栖息地最远的一种鸟类，漂泊信天翁也叫流浪信天翁。这种鸟生活在寒冷的南极海域，几乎在整个南冰洋都有这种鸟的踪迹。它是世界上人类已知现存翼展最大的鸟类，漂泊信天翁的翼展最大可达 3.7 米，平均翼展都在3米以上。还有一些更大的例子声称翼展达到了 5.3 米，但这些报告仍未得到证实。经过验证的最大翼展为 3.7 米，它的体长可达 1.35 米，体重最重可达30斤以上。巨大的翼展为这种鸟带来了非常强悍的滑翔能力。漂泊信天翁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它们可以在空中停留几个小时而不用挥动翅膀。这种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飞行中度过，除了觅食的时候会降落，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空中活动。据记录，曾经有一只漂泊信天翁在12天内飞行了6000多公里。这种鸟除了飞行能力强，它们还具备非常优秀的潜水技能。漂泊信天翁可以一头扎进水下12米深的冰冷海水下捕获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也是以一些乌贼、小鱼这些水生动物为主。这些鸟绝大多数都仅分布于北冰洋，很少会出现在人类的栖息范围内，在这里没有人会干扰它们，它们也没有天敌。对人类来说，气候寒冷的北极却是漂泊信天翁的理想栖息地。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寿命最长可达60年。第8个，安第斯神鹫。这是一种分布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一种大型猛禽，它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猛禽。安第斯神鹫的体长可达 1.3 米，体重最重可达30斤，它的最大翼展为 3.3 米。这种大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脖子，通常它们的脖子和头部几乎没有羽毛，因此它也被称为安第斯秃鹫。这个家伙在野外主要以一些腐肉为食，野生的安第斯秃鹫每天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开阔的地区寻找动物尸体，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多数都是以腐肉为主，有时候它们也会去猎杀一些小型的活体动物，比如鸟类和兔子，但绝大多数它们都在处理或者清理其他动物的尸体。在一定意义上，安第斯秃鹫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它们不将一些死去的动物尸体吃掉，那么这些腐肉就会成为疾病的滋生地，向外释放出很多病菌。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寿命，它除了体型大，还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野生的安第斯秃鹫寿命可达50年以上，人类已知寿命最长的圈养安第斯秃鹫活了79年。第7个，灰颈鹿宝。这是一种分布于非洲南部的一种大型保科动物，它是现存最重的飞行动物之一。灰颈鹿宝的体长可达 1.35 米，体重接近40斤。由于体重过大，它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地面上活动，几乎 70% 的时间都在步行。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它们感觉受到惊吓时才会快速奔跑，需要借助推力升空。在奔跑时借助推力，用很大的力气腾空飞起。
灰颈鹿宝是一种杂食性鸟类，它们的食物来源非常复杂，多数都是以一些昆虫为主，有时候它们也会定期食用一些小型脊椎动物，比如蜥蜴、变色龙、小蛇以及小型哺乳动物。有时候它们也会选择吃腐肉和各种植物的种子、果子和根茎。作为一种大型的陆栖鸟类，并且生活在动物种类繁多的非洲大陆，它们很容易遭到非洲大陆上很多陆地捕食者的攻击。像一些我们熟知的豹子、狮子、斑鬣狗以及一些大型猛禽，都会对灰颈鹿宝的生命构成威胁。据估计，在非洲高达 82% 的灰颈鹿宝在出生后的第1年就会死亡，也正是因此，导致人们对它们的具体寿命尚未得知，只知道圈养中的灰颈鹿宝至少可以活到26岁，野生的寿命尚不清楚。第6个，火鸡，这是一种原产于北美地区的一种大型高地陆鸟，现存的分为野生火鸡与家养火鸡2种。家养火鸡是一种大型家禽，成年后的家养火鸡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8斤，体长可以达到 1.1 米以上，翼展最大可达 1.8 米，是当地开放龄最大的鸟类。家养火鸡与普通的圈养鸡一样，主要被用来供应人类的商业生产，多数都被当作食物。据估计，在全世界每年约有 6.2 亿只火鸡被人类吃掉，这多数都发生在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每年的感恩节，每年的这一天可能会有多达上百万只火鸡被宰杀。除了感恩节，在圣诞节的时候，当地人也会吃火鸡。总之，在西方，一旦遇到一些比较传统的或者重要的节日，他们就会吃火鸡，就类似于我们的饺子一样。对了，再有就是无论是家养的火鸡还是野生的火鸡，对人类的小孩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当地这种大型家禽经常会出现袭击人类小孩的事件发生。虽然火鸡对成年人类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如果是小孩子，那就相当危险了。好，第5个，大美洲驼，这是一种不会飞的鸟类，原产于南美洲的东部，是南美洲最大的鸟类。大美洲驼的体重最重可达70斤以上，它们的身高可达 1.7 米，从喙到尾巴的长度可达 1.3 米以上。虽然看上去它们的外观与大多数鸵鸟差不多，但两者却是截然不同的2个物种。它们的双脚是一双极具杀伤力的武器，这个家伙的踩踏力非常可怕。在南美洲，当地人经常会看到一些家犬被大美洲驼踩踏致死的情景，这种情况对于人类的儿童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再有就是它们的繁殖方式非常特别，大美洲驼每当到了交配时，雄性大美洲驼就会提前把巢穴搭建好，并且邀请雌性大美洲驼们将鸟蛋下到这个巢中。一只雄性大美洲驼的栖妾数量最多的时候能高达15只。等雌性大美洲驼下完蛋后，它们就会离开另寻新欢，然而这只雄性大美洲驼则会留下来保护以及孵化妻妾们留下来的蛋。在这期间，雄性很少进食，也基本不会离开巢穴半步。等雏鸟孵化出来后，雄性大美洲驼还会负责保护它们。在这期间，它们极具攻击性，任何靠近它孩子的人或动物都会遭到它的攻击，非常危险。好，第4个，帝企鹅。帝企鹅也叫皇帝企鹅，它是南极洲特有的一种现存企鹅物种中最高和最重的，也是企鹅家族中个体最大的物种。帝企鹅的身高最大可达 1.3 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们是群居性动物，在环境恶劣的南极地区，每当恶劣的气候来临，群居生活可以帮助它们挤在一起，抵御寒冷。它们的耐寒性非常强，帝企鹅的皮肤表层覆盖了多层隔热的脂肪和羽毛，在周围气温低至零下40度的环境下，它们的身体仍可以保持39摄氏度的体温，并且它们还可以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孵化企鹅蛋，这一点是地球上绝大多数动物都做不到的。再有就是它们的集群数量，帝企鹅的集群数量非常庞大，一群通常都会高达几百只，最多的时候甚至能高达10万多只在一起活动。在南极，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海里，帝企鹅可以下潜到海水中500多米深的水域寻找食物，一次下水可以在水中憋气15到20分钟，主要以海下的一些鱼虾和头足类动物为食。在野外，它们的寿命可以达到20年。好，第3个，南方食火鸡。这是一种非常凶猛且极具攻击性的大型鸟类。食火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鹤鸵，这是一种分布于澳洲的一种不会飞的大型鸟，共有3个不同的亚种，体型最大的是一种名为南方食火鸡的大家伙。南方食火鸡也叫双垂鹤鸵，这种食火鸡体型高大，体长可达 1.7 米，身高可达 1.8 米，体重最重可达120斤以上。它们的脚上长有3个粗壮有力的脚趾，内趾长有长达12厘米的匕首状利爪，杀伤力非常强大。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热带雨林地区，主要以一些浆果和种子为食。这个家伙虽然体型高大，但是并不笨重。它们在奔跑的时候，时速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这个家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致命的鸟类。食火鸡的攻击性很强，一旦有人类或者动物让它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或惊吓时，它们就会跳起来，用脚上那像刀片一样的爪子狠狠地踢向对手。食火鸡的双腿力量很大，它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可以利用爪子直接穿透我们的皮肤，给我们造成致命一击。更可怕的是，当它们发起疯来，我们即便是想跑也跑不过它。它们不但凶猛，灵活度也很强，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在2019年，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就曾发生了一起食火鸡伤人致死的事件，死者是饲养食火鸡的主人，在不小心倒地之后，被自己饲养的食火鸡用爪子生生抓死的，非常可怕。好，第二个，儿苗。儿苗也被称为澳洲鸵鸟，它是澳大利亚特有的物种，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本土鸟类。儿苗的身高可达 1.9 米，体重最重可达120斤，雌性通常要比雄性略大。这种大鸟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开阔草原以及森林和沙漠地区，它们也是一种不会飞的鸟类，虽然没有飞行能力，但它们的奔跑速度却达到了惊人的每小时69公里，并且可以连续奔跑上百公里。那家伙的奔跑能力非常强悍，在野外它们通常都是以一些植物为食，有时候也会吃一些昆虫等一些小动物。它们与食火鸡不一样，虽然两者都生活在澳洲，但儿苗却不具备像食火鸡那样的攻击性。儿苗相对比较友善，如果不激怒它们一般不会对人类发起攻击。再有就是它们产下的蛋非常特别，儿苗的蛋是一种天然的墨绿色，看上去非常漂亮。这种颜色的鸟蛋在鸟类中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因此，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会在儿苗蛋上雕刻图像，当做工艺品售卖。再有就是它们的寿命，野生的儿苗寿命在10年左右，家养的则可以活到20多年。好，第一个，非洲鸵鸟。鸵鸟共分为4个亚种，体型最大的就是非洲鸵鸟。非洲鸵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一种鸟类，成年的非洲鸵鸟身高可达 2.8 米，体长约为3米左右，体重可达300斤以上，它们的寿命可以达到60多年。你可能很难相信，鸵鸟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甚至能够杀死狮子。虽然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但它们有时候确实具备这种能力。要知道，鸵鸟的腿具备非常强劲的踢力，并且每条腿都配备了非常致命的爪子，这些锋利的脚趾很可怕，长度可达15厘米，再加上它们那重达300斤的体重，巨大的体型使得它们可以一脚踢出约280斤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全部集中在它们尖锐的爪子上，一脚踢出去，对绝大多数动物都有可能产生致命的威胁。如果一脚踢到狮子的要害部位，是有可能将狮子杀死的。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一般情况下，在非洲大陆，大多数食肉动物都会避开鸵鸟，不想与之发生冲突，因为即便鸵鸟不予反抗，除了猎豹，绝大多数食肉动物是很难追得上鸵鸟的。要知道，成年的鸵鸟一步可以跨越3到5米的距离，它们在高速奔跑时，时速最高可以达到70公里每小时，还能跨越5米多高的障碍物。除了猎豹，一般的动物很难追得上它们。再加上鸵鸟的身高较高，视野范围比较开阔，它们能够及时发现敌害，所以一般情况下，像狮子、猎豹这类的野兽，并不会将鸵鸟列为猎杀对象。对了，再有就是鸵鸟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具有致命威胁的动物，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这个家伙的腿非常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狐狸究竟有多可怕？你见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狐狸吗？一说到狐狸，相信很多领导第一时间会想到奸诈、狡猾等等这些负面标签。在世界上很多神话故事里，人们也都将狐狸这种动物描述成邪魅的，甚至会吃人的妖兽。那么狐狸真的像神话故事里描述的那样恐怖吗？它们的真实面貌究竟是什么样的？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狐狸，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下这些狡猾的掠食者。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南非狐。南非狐也被称为海角狐，这是一种原产于非洲南部的一种小型狐狸，由于其耳朵很大，它也被称为南非版的耳廓狐。这种狐狸的头体长度可达61厘米，肩高可达35厘米，体重接近10斤，但是它们的耳朵长度就可以达到13厘米。与大多数狐狸一样，南非狐的尾巴也很长，但是一条尾巴就长约40厘米，几乎是头体长度的一半。这种狐狸经常活动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沙漠中，它主要居住在干旱和半干旱的地区。在这种地方，南非狐一般都是夜间活动，特别是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最为活跃。白天由于天气炎热，它们通常都躲在自己挖的地下的洞穴或者灌木丛中躲避烈日。还有就是别看这种狐狸的体型不大，但它们却可以捕杀家养这种大型牲畜。不过通常它们都是以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一些鸟类甚至腐肉为食，一般很少会去猎杀人类饲养的牲畜。再有就是南非狐最可怕的对手可能是蜜獾，因为蜜獾经常会趁其不备去偷偷杀死南非狐的幼崽。虽然狮子与非洲豹有时候也会对南非狐构成威胁，但是它们并不会像蜜獾那样难缠。第9个，南美灰狐。南美灰狐也叫阿根廷狐，它与以上的南非狐不一样，南非狐属于真狐属，而南美灰狐属于伪狐属。这种狐狸分布在安第斯山脉的2侧，它们的体长可达68厘米，体重约为10斤左右。与大多数狐狸一样，属于杂食性动物，主要以一些小型动物与果实为食。有时候这种狐狸也会靠近人类的居住地附近猎杀家禽和羊。
因此在阿根廷和智利当地的许多农村，人们都将这种狐狸视为有害生物，并对其进行大量捕杀，还将其皮毛进行倒卖赚取利润。不过即便是这样，南美灰狐的种群数量也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影响。虽然在当地的一些地方人们可以无限制地对其进行捕杀，但其数量仍处于稳定的状态。第8个，大耳狐。由于其长着一副酷似蝙蝠翅膀的耳朵，因此大耳狐也叫蝙蝠耳狐。大耳狐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狐狸，它们多数都分布于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大耳狐的头体长度可达66厘米，肩高可达40厘米，体重可达10斤以上。在当地，这种狐狸只有冬季在白天活动，夏季通常都在傍晚活动觅食。它们的觅食对象主要是以一些节肢动物和一些小型啮齿动物为食，其中 80% 的食物来源都是以白蚁与福金龟这种昆虫为主。它们可以从这些昆虫的体液中获取大量水分，以保持自身所需。与其他狐狸不同的是，大多数的狐狸亚种多数都是单独行动，但大耳狐多数都为群体活动。因为群居生活有助于大耳狐能够多捕获白蚁，以及增强猎食探测的几率。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大耳狐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其实非常重要，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在大量的消灭白蚁。白蚁这种昆虫，相信很多领导都有所了解，它们是一种完全变态类的昆虫。白蚁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6大洲，它们对一些植物、树木以及房屋，甚至是江河堤坝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据估计，全球每年因白蚁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多达数百亿美元。总之，这种昆虫绝对算得上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害虫。然而在非洲大陆，大耳狐的 80% 的食物来源都是以这种白蚁为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大耳狐对白蚁的种群控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7个，藏狐。藏狐也叫藏沙狐，这种狐狸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那张脸，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非常憨厚。它们仅分布于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和印度北部的拉达克高原，通常都栖息在远离人类或者植被茂密的半干旱或干旱的草原上。它们的体型不大，头体长度最长可达70厘米，体重约在10斤左右。这种狐狸主要靠捕食高原鼠兔等一些啮齿动物为食。还有就是人们发现藏狐在捕食鼠兔这种比较迅速的动物时，可能与熊形成共生关系。也就是说，藏狐与熊一起合作狩猎，熊负责从洞穴中挖出猎物，一旦猎物逃跑，藏狐就会立即对其进行捕杀。由于其主要猎物多数都是为鼠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藏狐对农业十分有利。它们在防止草原有害类动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长相是次了点，但确实是一种好狐狸。第6个，石蟹狐。石蟹狐也被称为森林狐，它们原产于南美洲，广泛都分布在热带稀树草原以及亚热带森林。这种狐狸的皮毛颜色主要呈灰褐色，它们的头体长度可达70厘米，体重约在13斤左右。之所以叫石蟹狐，是因为这种狐狸经常以一些螃蟹甚至乌龟这种拥有坚硬外壳的动物为主。与大多数狐狸一样，石蟹狐也是在夜间活动。它们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喜欢在其他动物挖掘的洞穴里睡觉。虽然它们自己也有挖掘洞穴的能力，但它们更偏向于侵占其他动物的洞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们在吃螃蟹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直接对螃蟹进行撕咬，它们会把螃蟹放到一个相对趁手的地方，然后将螃蟹剥开，用爪子将蟹肉掏出来，优雅的进食。吃法看上去相当专业，也正是因此它才被人们称为石蟹狐。当然，石蟹狐也不是只吃螃蟹，像一些乌龟、龟蛋、水果、鸡蛋以及一些昆虫和腐肉，石蟹狐都会吃。它们的食性很广，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第5个，灰狐。灰狐与南美狐不一样，灰狐广泛分布于北美洲，而南美灰狐则分布在南美洲。两者虽然都被称为灰狐，但是却截然不同。灰狐是美国东部最常见的狐狸，这种狐狸的体长可达76厘米以上，肩高约38厘米，体重最重可达18斤。这种狐狸长有强有力的钩爪，它们可能是所有狐狸亚种中为数不多的一种可以爬树的狐狸。多了这一项技能，便可以帮助它们避开很多天敌的攻击。除了拥有极强的攀爬能力，灰狐的奔跑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它们在奔跑时最高时速可以达到45公里每小时。还有就是它们的洞穴，并不像其他狐狸那样在地面或者草丛里筑巢。灰狐的巢穴通常都建立在高出地面约9米的树上，这样不但可以帮助它们躲避其他捕食者，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灰狐更方便的获取树栖食物，扩大了自身的饮食范围。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在遇到食物无法带走的时候，它们会在食物周围喷洒尿液。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对食物进行标记，方便可以再次找到食物；二是防止食物被其他动物吃掉。先喷上尿液，即使食物被其他动物发现，也有可能因受不了这种气味而放弃，非常聪明。第4个，河狐。这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潘帕斯草原的一种尾狐，属于尾狐属。河狐的体长可达80厘米，体重可达16斤。这种狐狸的食物主要都是以肉食为主，
它们大约 75% 的饮食都是由啮齿类动物以及兔类组成。河狐最具代表性的技能就是装死。我们都知道，狐狸这种动物通常都是以狡猾而闻名，装死对于狐狸来说可能并不稀奇，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狐狸亚种都会装死。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是河狐了。河狐是独居的，每当它们面对威胁时，如果它们感觉来不及逃跑，就会趴在地上，闭上眼睛一动不动。这时候即便我们靠近它，它们多数也会选择继续装死，直到河狐感觉到威胁离去，它们才会起身逃窜。再有一点就是这种狐狸特别喜欢收集人类的一些生活垃圾，在河狐的洞穴中经常会发现一些碎布块、皮革等等一些人类的生活用品。至于它们为什么喜欢收集这些东西，还尚未得知。第三个，北极狐。北极狐也叫蓝狐或者雪狐，这是一种原产于北极地区的狐狸，在整个北极苔原生物群落中很常见。北极狐的体长可达68厘米，体重可达18斤，体型不大，但略微有点肥胖。北极狐非常适合生活在寒冷的环境中，它们可以在零下50度的环境下生存。据观察发现，它们只有在温度降至零下70度的时候才会出现发抖的状况，耐寒性极强。这个家伙之所以略微有点肥胖，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利用脂肪抵挡北极地区寒冷的气候。由于生活在寒冷的北极，这里一年四季并不会有太大的温差转变，所以北极狐几乎不需要冬眠，它们一年四季都很活跃。再有就是每当夏季来临，北极狐就会开始将部分食物带回到自己的巢穴中储藏起来过冬。由于北极地区的冬季寒冷且漫长，所以导致北极狐储藏的食物经常会面临短缺的情况。每当到了食物短缺时，北极狐就会到处寻找北极熊，找到后就开始跟踪北极熊，目的就是为了北极熊捕获到猎物时，他们好前去收集北极熊的残羹剩饭。所以在北极，北极熊的身后总会有2到3只北极狐尾随。当然，除了吃剩饭，北极狐也可以自己猎杀旅鼠、鱼、北极兔和一些鸟类。如果实在寻不到食物，北极狐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同类进行攻击。第二个，珊瑚。珊瑚虽然被称为狐狸，但它却不是真正的狐狸，这种狐狸也是属于尾狐属，它们更接近于狼和豺狼。由于趋同进化，它们的外观更类似于狐狸。珊瑚是南美洲大陆体型第2大的犬科动物，它们的体型仅次于棕狼。珊瑚的体长可达1米，体重从10斤到20斤不等。它们通常都活动在安第斯山脉的西部。珊瑚的听觉与嗅觉非常发达，并且极其狡猾。它们白天通常都隐藏在洞中睡觉，到了晚上才开始活动觅食。珊瑚主要以啮齿类动物和兔类为食，偶尔也会猎杀家畜和小型的圆驼。第一个，赤狐。赤狐也叫红狐，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狐狸，也是最常见的狐狸。赤狐的体长最长可达90厘米，肩高可达50厘米，体重接近30斤。它们分布于整个北半球，遍布世界各地，包含欧洲、北美洲、亚洲草原以及北非地区。它是食肉目中分布最广的一种动物。赤狐这种动物极其狡猾，除了拥有一套装死的本领之外，再有就是当它们面对威胁时，赤狐会利用尾部的一个钢线向外分泌出一种几乎能令其他动物窒息的恶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狐臭。这种气味极其难闻，绝大多数动物都会因受不了赤狐向外分泌的这种气味而不得不停止追击。除了狐臭，赤狐还会利用周围的环境隐藏自己，比如窜进羊群中，或者跳到河里藏在水下。再有，它们的装死本领也是非常高超。赤狐在装死的时候能够暂时降低自己的呼吸频率，使自己呼吸微弱，看上去奄奄一息。一旦有机会，赤狐就会趁人不备迅速逃跑。它们虽然腿脚很短，但是奔跑速度却一点都不慢。在追击猎物的时候，赤狐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而且它们还可以游泳和爬树，生存手段非常高超。再有就是赤狐比较可怕的一面，这个家伙是一个拥有杀过行为的动物。杀过行为也就是赤狐经常会一次杀死远远超过自己食量的猎物，并且经常把能捕到的猎物通通杀死，从不放生。简单点说，也就是只要它们有能力杀死的动物，它们几乎从来都不会放过，不管当时饿不饿。一般来说，动物捕猎多数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食物需要，但是赤狐的这种杀过行为明显违背了这一法则，这一点其实非常可怕。难以想象，如果赤狐与狮子老虎的体型一般大，它们会有多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致命的公路在哪里吗？你见过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的道路吗？你知道吗？在全世界有这样一些险峻的道路，即便是一个拥有20年驾龄的老司机也不敢轻易尝试。这些道路有的修建在陡峭的悬崖边，有的盘旋在海拔上千米的高山上，被冰雪覆盖，还有的甚至直接修建在海水下，一旦驾驶失误就有可能被大海吞噬，非常危险。如果驾车行驶在这些道路上多打半圈方向盘，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其中有些道路从修建至今，每年都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非常危险。
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8个公路，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致命的道路。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8个，格伊斯通道。格伊斯通道是位于法国的一条潜水堤道，它连接着法国大陆附近的一个小岛，全长约为 4.2 公里。这条路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被淹没在海水下的。因为受到潮汐现象的影响，这里每天只有等到退潮的那一小段时间，这条路才会显露出来，让车辆通行。也正是因此，这条路也被评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道路之一。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如果想要开车从这条路通过，必须要赶在道路两旁的潮水没有上涨前的几个小时，或者是海水退潮之后才可以通行。除了这些，行驶在这条路上的车辆是不允许发生意外的，因为一旦遭遇堵车或者其他车辆问题，导致车辆无法正常行驶时，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时间一过，潮水会毫不留情地将道路淹没。格伊斯通道自1840年正式通车以来，已经葬送了无数交通工具，多数都是因人不了解这里的潮汐时间，才导致悲剧发生的。之后，人们为了加大格伊斯通道的安全系数，便在道路的两旁设立起了一些安全塔。如果车辆发生意外被困在路上，人们可以站在这些安全塔上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海水退潮。在这里，不遵守涨潮退潮的时间盲目通过是非常危险的。好，第7个，横贯撒哈拉公路。这条路位于阿尔及尔，它全长4500公里，整条公路穿过了地球上最大的沙质荒漠撒哈拉沙漠。它横穿非洲3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如果你想驾车去往撒哈拉沙漠的深处，那么这条路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不过前提是要做好随时丧命的风险，因为在全世界一般很少人会有胆量去挑战这条公路。横贯撒哈拉公路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这里恶劣的环境。要知道，撒哈拉沙漠白天的温度接近50度，地面沙子的温度最高可达70多度，并且沿途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燃料和水，再加上沙尘暴会长年累月地将巨大的沙丘推到道路中间，阻塞公路。一旦车辆被堵或者车辆损坏无法行驶，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在这条路上补给站很少，再加上沙尘暴和极端的高温，不但我们的身体无法对抗这里恶劣的气候，即便是我们驾驶的车辆也很难经得住这种环境的摧残，非常危险。第6个，科雷玛公路。这条公路也被称为幽灵之路。之所以会有这种恐怖的名字，是因为在这条路的下面埋藏着将近17000名修路工人。科雷玛公路位于俄罗斯，是俄罗斯连接马加丹和雅库茨克的一条干线公路，它全长2032公里，并且穿过了地球上最冷的人类居住地奥伊米亚康。这里的最低温度可低至-60多度，即便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温度也只有15度而已。因此，科雷玛公路也是地球上最冷的道路。科雷玛公路于1932年开始修建，由于其地处高纬度的极寒无人区，地理环境复杂，并且气候寒冷，冬天的气温最低的时候可以达到-70度。由于当时的修路工人多数都是囚犯，所以在筑路过程中并没有配备一些防护措施，因此在科雷玛公路的修建过程中，很多人抵御不了这种寒冷的气候，纷纷被冻死。然而由于死亡人数过多，一些死去的工人当时则直接被埋葬在挖开的公路冻土下。在夏天的时候，驾车行驶在这条路上，有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工人的尸骨，因为一旦到了夏天，这条路就会融化，整条道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看上去就像是一片沼泽地，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只有在冬天地面被冻起来的时候才可以通行。再有就是这条路的危险之处就在于低温，因为极低的温度会导致车辆熄火，车辆一旦熄火，随后等待我们的可能是被冻死，或者遭遇老虎、豹子、狼群等等一些野兽的袭击，非常危险。好，第5个，郭亮洞。郭亮洞又称郭亮隧道，它位于河南辉县，修建在海拔1700米高的太行山悬崖上，但是看上去就让人胆战心惊。这条路全长约1300米，宽约4米，距离地面的高度高达100米以上，景色非常震撼。由于其险峻的建造环境和独特的自然地貌，在1976年这里还没有正式通车时，郭亮洞就被外界发现，并且被列为世界上最险要的10条路之一。更让人震惊的是，这条在悬崖绝壁上修建的隧道竟然全是由人工开凿出来的。这条隧道于1972年3月9日开工，至1977年5月1日通车，历时5年。建设过程中清理石渣 2.6 万立方米，开凿山石打凸的钢钎就重达12吨，打烂了7斤重的铁锤4000个。当地的老人和孩子都参与了这条悬崖隧道的建造，期间还有村民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从以前的偏远村落已经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非常壮观。第4个，卡喇昆仑公路。
卡拉昆仑公路也叫中巴友谊公路，这条路于1962年由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建造。卡拉昆仑公路北起新疆喀什，穿越卡拉昆仑山脉，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的西端。公路全长1032公里，其中中国境内416公里，巴基斯坦境内616公里。在我们国家境内的最低海拔都在1154米，最高海拔达到了4733米。由于其坐落在昆仑山脉，地形险峻复杂，气候恶劣，这条路从修建到通车，中巴双方共有700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相当于每公里的公路都是用一条人命换来的。修建这条昆仑山公路，单是炸药就用了8000吨，向外运送的土石多达3000万立方米，动用近2万名建设者，花了整整10多年的时间才将此路修筑完成。这条路的危险之处要比以上的多得多。这里地质情况极为复杂，行驶在这条路上可能会面临雪崩、山体滑坡、落石、塌方、积雪、积冰，甚至地震等地质性灾害经常发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条公路上的桥梁设施经常遭到破坏，车毁人亡的惨剧常常发生。以往每年一进入到秋冬时节，出于气候原因，卡拉昆仑公路大部分时间都会被封闭，非常危险。好，第3个，佐吉拉公路。佐吉拉公路是位于印度的一条贯穿克什米尔山谷到拉达克的一个高山通道，它位于海拔3528米的高山上，道路的一侧就是100米深的悬崖，并且还没有安装任何防护栏。更致命的是，不但没有防护栏，就连公路上最基本的警示桩或者标记都没有，转弯时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车毁人亡。再加上道路狭窄，时不时的山上还会有落石，一眼看上去，这里好像并不能算得上是一条公路，反而更像是一个小型的山路。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么一条看上去就两腿发软的道路，在当地却是一个主流通道。因为这条路是连接拉达克通往外界唯一的一条公路，在道路开放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很多车辆从这条险峻的道路上通过，其中还有很多都是运载货物的重型车辆。一遇到下雨的时候，这条路会变得非常泥泞，危险指数飙升。但即便是这样，在当地照样会有卡车行驶在这种泥泞的路上，非常危险。第2个，道尔顿公路。这条路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它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道路之一。道尔顿公路从古德到艾洛特，沿途经过北极台原地区，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的北部，进入北极圈，全长达666公里，大部分都是由砾石铺垫的。砾石也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石头。之所以使用砾石，是因为在恶劣的天气行驶时，砾石能够为车辆提供更大的摩擦力，同时也会让道尔顿公路不会像铺路过的路面那样容易结冰，从而更好地保证了驾驶员的安全。光滑其实还并不是最可怕的，这条路的危险之处主要就在于它的荒凉程度。由于道尔顿公路坐落于极度寒冷并且偏远的荒凉地区，所以导致几乎没有人愿意在这条路上开设补给站，也就是说沿途几乎没有歇脚的地方，甚至连加油站都寥寥无几。行驶在这条路上能看到的就只有森林、台原和山脉，运气好的话，驶进北极圈之后还有可能会遇到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北极熊。在当地一般人是不会盲目来这里的。这条路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运输石油，通常都是供一些大卡车行驶。除了荒凉，其实最可怕的还是气候。这条路的北端属于极端的北极气候，先不说能不能驾驶得了这里极端的路况，但是寒冷这一点就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非常可怕。好，第1个，北永加斯山路。这里被誉为地球上最危险的道路，也被称为死亡之路。北永加斯路是位于南美洲玻利维亚的一个山区公路，它连接着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北永加斯山路全长约为60公里，这条路最窄的地方仅有3米，道路的一侧就是深达300多米的深渊和热带雨林。与佐吉拉公路一样，道路旁也没有安装护栏，并且该地区多雨多雾，遇到雨雾天气时，不仅路面看不清，四周的视野非常不好，能见度非常低，路过的司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落悬崖。据1999年至2003年的统计，这条路平均每年都会发生多达200多次的交通事故，接近上百人死亡。驾车行驶在这种路上，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有可能直接免费体验300米高空的自由落体，非常危险，没有一定的驾驶技术是不敢轻易尝试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